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永旺信贷，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永旺信贷 Aon Credit Service Malaysia Berhad， 简称 Aon Credit， 成立于1996年12月。初期的公司名称为 ACS Credit Service Malaysia Sdn Berhad， 是一间从事提供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公司。Aon Credit 是 Aon Financial Japan 的子公司，而后者则是 Aon Japan Group 的一份子。Aon Japan Group 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企业集团，拥有300多家成员公司，是一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至于 Aon Credit 的主要股东兼发起人 Aon Financial Japan， 主要从事发行信用卡，是日本最大的信用卡发行商之一，目前也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Aon Financial Japan 在亚洲和东南亚地区设有多家子公司，并且其位于香港和泰国的子公司也在各自地区的证券交易所的主板上市。由此可见 ，Aon Credit 的背后可是由财务地位雄厚的大集团领导着。那么回到来 Aon Credit 公司在1997年开始运营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扩展在马来西亚的市场，例如推出一般简易付费计划，发行 Aon Express Card， 设立分行机构等等，并将服务扩展至东马地区。到了2002年，公司的管理层将公司的名称改为 Aon Credit Service Malaysia Sdn Berhad， 开始为上市大马股票交易所做准备，同时也进一步扩展公司的产品组合，包括推出符合回教原则的个人融资计划，设立 Aon Sport， 推出保险销售业务，以及发行信用卡等等。2007年12月 ，Aon Credit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成为首个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的非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代码为5139 Aon Credit。随着全球经济从2008年金融风暴中逐渐复苏，以及 Aon Credit 在2011年9月交出的亮眼业绩，带动了其股价在2年间飙涨接近500%。而为了回馈给忠实的股东们 ，Aon Credit 分别在2012年和2017年宣布派发红股，而且也毫不吝啬的每半年派发一次股息。2017年12月 ，Aon Credit 被内陆税收局追讨2010至2016课税年高达约9682万令吉的额外税金和罚款。随后，公司向内陆税收局展开了司法程序。经过了3年时间的审讯后，双方达成庭外和解。Aon Credit 只需付大约1030万令吉的税金，对公司的业绩并没有造成严重影响，反而是2020年才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打击了公司的业绩，股价也暴跌至4年新低。虽然过后业绩和股价都双双反弹，但是以马来西亚目前新冠疫情的状况 ，Aon Credit 的前景似乎还会面临不小的挑战。Aon Credit 是一家提供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公司，目前在主要购物中心和城镇拥有5个区域办事处、65家分行和服务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拥有13000个参与商户的营销网络，超过450万名各类产品卡会员，以及拥有3000名以上的员工。Aon Credit 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当中，其中就包括了产品融资。产品融资又分为3种类型，那就是汽车融资、摩托车融资以及目标融资。汽车融资和摩托车融资是为客户提供购买汽车和摩托车的贷款方案，而目标融资则是可以用于购买新电视、沙发或者洗衣机这些耐用消费品的融资计划。另外 ，Aon Credit 也推出了各种信用卡、预付卡、会员卡和电子钱包，并透过姐妹公司 Aon 和 Aon Bank 来进行推广活动。Aon Credit 也有提供个人融资和中小型企业融资，以用作个人生活用途，如交学费或者医疗费，以及用于创业生意用途。除此以外 ，Aon Credit 还有提供各类保险，如意外保险、医疗保险等等，以满足客户们的保障需求。在这么多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当中，公司主要专注于摩托车融资、汽车融资以及个人融资，一共占了融资应收款总额的85%以上。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Aon Credit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
Aon Credit 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3亿8988万令吉增加了5.48%至4亿1097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2628万令吉上涨了520.68%至1亿6309万令吉。营业额的增加以及这季度的交易和融资量按年大涨80.98%，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去年同期的业务受到了 MCO 1.0 的严重冲击影响所致。至于净盈利的暴涨，主要是因为总营业费用的大量减少所致，包括了员工成本、资产和设备折旧、营业费用以及融资应收款的减值拨备等等。除此以外，净盈利狂飙也得益于其他收入大幅增加，包括收回坏账、保险佣金以及来自持牌金融机构存款的利息或盈利收入。而公司目前的呆账率达到了1.75%，相比其2.5至3%的一般可接受水平来说，是属于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稍微增加了2.48%至104亿7907万令吉。首先可以看到，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融资应收款，长期和短期加起来总共达到了93亿令吉以上，占了总资产的89%。这个融资应收款就是公司借给客户的钱，这是因为公司的业务主要是信贷服务，所以融资应收款越多，公司之后收取的利息就会越多。当然，也必须要确保客户的信用才可以将钱借出去，不然就很容易出现呆账，也就是钱借出去收不回来。从2021年的年度报表中可以发现，公司的融资应收款中有大约12%有至少1个月的逾期迹象，8%以上的融资应收款需要减值亏损拨备，而且比起2020年也明显上涨了，表示这公司的客户的拖账程度上升了，所以需要多加留意。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的现金、银行余额和存款比3个月前增加了48%左右，相信公司是在保留更多的现金，以应对目前大马的经济不稳定状况。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也是稍微上升了0.98%至84亿110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最大的负债就是长期借贷和短期借贷，一共有大约78亿令吉以上，主要都是些定期贷款以及回缴债券。2021年的年度报表也有显示，这些借贷大部分都处于2到5年的借贷期，还有利息是处于3.98%至4.48%。而相比起公司借出去给客户的钱，其利息就高达大约18%，当中的差额就是公司所赚取的利润。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就是公司在股东权益中的留存收益比3个月前上涨了13%左右，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只有公司赚的钱多了，股东才可以获得更好的股息派发。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大增了406%至1亿7702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税前盈利比起去年提高了很多，而且融资应收款的现金流出也比去年减少了，还有其他应收款、按金和预付款的现金流反而增加了不少，所以公司的 Operating Activities 现金流入才上涨了如此之多。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上涨了74%左右，至1670万令吉的现金流出。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在固定资产中有大量的现金流出了，表示这公司正在持续发展这公司的业务规模。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下降了不少，比去年减少了大约74%的现金，至131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相比起去年，公司在今年只向银行借了少许的贷款，以及偿还贷款也大幅降低了。总结来说 ，Aon Credit 的业务主要是来自于放贷，以低利息将钱贷款回来，再用高利息将钱借出去来牟利，可以为一些不被银行批准贷款的民众解决金钱上的问题，而公司自身也能获取利润，是一种互赢互利的业务。只不过，像 Aon Credit 这种业务需要有强大的账款管理系统，以避免过大的呆账或坏账的出现，从而影响公司的业绩表现。还有 Aon Credit 也不是银行，无法像银行那样利用民众的储蓄存款来进行放贷，一旦客户无法如预期还钱，可能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问题。再来就是 Aon Credit 的业绩好坏，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民众愿不愿意借贷消费，而这也得看马来西亚的经济状况是否景气。
以目前马来西亚的情况而言，新冠疫情已经严重打击经济表现。如果接种疫苗不能在年尾如期完成，相信经济会再次受到重挫。Aon Credit 到时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 Aon Credit 在近期也宣布加入数字银行执照的争夺战。各位观众对此是否看好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